首富为他化身舔狗，杰克船长为他放弃不婚，但他通通不屑一顾，平等的创飞每一个前任。没办法，这一届矢量行凶的资本啊，太过雄伟。艾梅伯，一个把美貌当武器，把男人当跳板，把谎言当艺术的顶级玩家，他的人生就是一部比韩剧浪漫、比泰剧离谱、比琼瑶剧狗血的世纪大骗剧。故事啊，要从2011年的《朗姆酒日记》说起。那时的约翰尼·德普是全世界最酷、最不羁的海盗船长，他和法国女神凡妮莎·帕拉迪斯相恋14年，生了2个孩子，却始终不肯踏入婚姻的围城。然而，当他在片场见到那个金发碧眼、酷似复古海豹女郎的艾梅伯时啊，他沦陷了。艾梅伯是怎么狙杀德普的？他用的不是性感，而是文艺。他和德普聊蓝调音乐，聊冷门诗歌，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能读懂他孤独灵魂的知己。最终啊，德普这个在情场上浪了半辈子的老海王彻底被收服了。他抛弃了相伴14年的凡妮莎，毅然和艾梅伯走进了婚姻。然而，这场童话仅仅维持了15个月，就变成了恐怖片。2016年，艾梅伯突然向法院申请离婚，并指控德普家暴。紧接着，2018年，他又在《华盛顿邮报》发表了一篇专栏，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反抗家暴的女性榜样。一时间啊，德普成了人人喊打的家暴男。迪士尼将他踢出了加勒比海盗剧组，华纳也让他退出了神奇动物在哪里。他的事业一夜之间化为泡影。然而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个美女与野兽的故事时，一场堪称世纪反转的庭审拉开了序幕。在这场持续了6周的直播庭审中，德普向全世界展示了他在这段婚姻里所遭受的地狱。我们看到了他被艾梅伯用伏特加酒瓶砸断的手指，我们听到了录音里艾梅伯亲口承认是自己动手打人，并嘲讽德普：“你去告诉全世界，我一个男人被一个女人家暴了，你看有谁会信你？”我们甚至还围观了那场著名的在床上拉了3斤大便，然后栽赃给2斤重小狗的世纪悬案。这场庭审啊，最终以德普的胜诉落下帷幕，而艾梅伯也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被全世界唾弃的德州悍妇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不，在这场战争中啊，还有一个更重量级的配角，世界首富马斯克。庭审的证据显示，在和德普还没离婚时啊，艾梅伯就已经和马斯克开始了地下情。那段德普豪宅电梯里的监控录像成了他无缝衔接的铁证。在这段关系里，马斯克这个商界呼风唤雨的硅谷钢铁侠彻底沦为了一个舔狗。艾梅伯心情好时可以为他 cosplay 成他最喜欢的游戏角色天使，心情不好时可以和他吵上一整夜，把他气到昏厥。当艾梅伯因为家暴案名声扫地，差点被海王2剧组开除时，是马斯克亲自给华纳发去威胁信，说如果你们敢开除他，我就把华纳烧成灰。当艾梅伯承诺要把从德普那里拿到的700万美金赡养费全部捐出，结果却只捐了零头时，又是马斯克悄悄地以他的名义上慈善机构捐了几十万美金为他挽尊。然而他换来了什么？换来的是艾梅伯在事后对朋友轻飘飘的一句：“我从来就没爱过他，他不过是我用来填补空窗期的备胎。”所以你看啊，艾梅伯希尔德这个女人，她到底图什么？从心理学层面看，她或许是一个典型的表演型人格和边缘型人格的混合体。她享受成为世界中心的感觉，她也沉迷于那种在爱与恨的极端情绪中反复拉扯的刺激感。她不像邓文迪的猎捕目标明确，就是权力和财富，而艾梅伯呢，她似乎更享受猎杀过程本身。他要的不是男人的钱，而是男人的臣服。他的人生给出了一个最黑暗的警示：当美貌和谎言以及高超的演技三者结合时，它可以变成一种足以摧毁一切的武器。而那场轰动全球的世纪官司，或许也给了我们一个更深刻的教训。我们当然要选择相信受害者，但同时我们也必须保持对真相本身的敬畏，因为有时候啊，恶魔也会伪装成天使的模样。